邵雍先生认为文字占是这样的，如果字数能平分的话，就平分前一半为上卦，另一半为下卦。就如前文的事例，6个字分为2半，前3个字为上卦，后3个字就为下卦。如果说不能平分，就取上卦少一字，比如说有3个字，取前1个字为上卦，后2个字为下卦，这是表示上面轻轻为天，下面重着着为地的意思。只有1个字呢，叫太极未判。如果是草书，叫混沌不明，就不能起卦了。是方方正正的字，就如楷书，可以取字的笔画数，以向左边或下面的笔画指笔为阳画，以这个字的右边或上面的笔画指笔为阴画，取这个字左边的阳画看它的笔画数是几数，作为上卦；取这个字的右边的阴画看它的笔画数是几数，作为下卦。再以这个字所有的阴阳笔画数的和除以6，取得动摇数。再看两字占，使2个字就叫两仪平分，前1个字作为上卦，后1个字就作为下卦。例如梅花，梅是14画，花是9画，14除以8，余数为6，上卦取坎6，下卦取牵1。本卦就是水天戌卦，14加9等于23，23除以6，余数为5，5爻为变爻，支卦就是地天泰卦。那有朋友说了，不对呀，梅数是11画呀，花字是7画哟。这个呢，会在后面的西林寺匾额的故事里面来讲述的。1个字、2个字、3个字所用的基础规则是一样的。1个字相当于在这个字的下面画一个12地支的示盘，笔画向下或向左的分为阳画，向右向上的为阴画，再数出阴阳笔画的数来起卦。2个字按照平均分配上下卦，按笔画数来起卦。3个字呢，用天青青取前1个字的笔画数为上卦，地重浊取后2个字的笔画数来起下卦。4字占呢，为4项的含义，取前2个字为上卦，后2个字为下卦。这个时候呢，字就多了，笔画也就多了，就不必用笔画数来起卦，只用平仄音调来取数。平声为1数，上声为2数，去声为3数，入声为4数。5个字也是能用平仄声调来取数的，以前2个字为上卦，后3个字为下卦。6、7、8、9、10个字都是这样的规则，用平仄音调来取数。11个字以及甚至110个字就不能用平仄音调来取数了，就用字数来取数。例如说，一共11个字，就是11除以2。上卦取5个字，下卦取6个字，就是风水换卦。11除以6，余数为5，就是5爻变。支卦为山水蒙卦，60个字就是60除以2，上卦30个字，下卦也是30个字。30除以8，余数为6，得本卦是坎为水卦。60除以6，最小的余数是4，就是4爻变。支卦是泽水困卦。文字占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些啦。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下集我们就来说一说西林寺匾额的故事哟。